现在我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贵阳北面的都西林场。我身后有一块牌，上面写着空中怪车遗址。大部分比较年轻的朋友呢，对这个可能比较陌生。那是1994年12月1日凌晨30许，贵阳市北郊18公里处的都西林场附近的职工居民被轰隆隆的响声惊醒，风速很急，而且从他们的方向还传来了阵阵像火车发动时的轰鸣声。不光如此，据说这两个东西还在不停变换着颜色，一会儿闪着绿光，一会儿又闪着红光，特别诡异。但是当大家都还一头雾水的时候，这两个东西却突然消失了，不知所踪。然而就在这两个不明飞行物消失仅几分钟后，天气突然变得电闪雷鸣了起来，接着还下起了冰雹。眼瞅情况不对，大家连忙撤到屋内避险。这个糟糕的天气就这样持续了1个晚上，后来称为空中怪车事件。几分钟后，都西林场马家塘林区方圆400多亩的松林被成片的拦腰截断，只留下1.5米至4米高的树桩，个别几棵被连根拔起，周围一些小树有被叉烧的痕迹。然而事件经过了28年，其中没有一个人能把事情说清楚，所以今天我们又重新去探访这个地方，看下有没有新的一些发现。如果时间可以穿越到28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也许我就可以亲眼目睹空中怪车事件。空中怪车事件是上世纪90年代西南贵州省的一段往事，这是中国 UFO 事件中人证、物证、空管等证据最齐全的事件。空中怪车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区域坠落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草坪，不过旁边森林还是很茂密。据说当年的空中怪车异象对周围的磁场也受到了一些干扰。事发后，不少本地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都赶来了，可是进入树木断裂的区域无法拍照。空中怪车发生地的磁场很强，甚至出现手表停止、摄像镜头被磁化无法打开、相机胶片自动曝光等奇怪现象。在磁场出现的区域，树木生长严重停滞，周围地区同龄的树木长到了10米，而该地区的树木只长了1米。咱们现在把航拍去看一下空中怪车造成的一个影响。通过航拍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片森林有着明显的不同。据说当年空中怪车这个区域，它的一些磁场受到干扰，我们发现一些树木和树桩断裂开来，当时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撞击，有一些树木已经瘫痪。不过一些专家也曾对此事做过大量猜测，比如从林区被毁坏的程度，以及村民反映那天晚上出现了特大暴雨和冰雹，这说明该地区出现了极端天气现象的。于是不少人便立马联想到了威力巨大的龙卷风。龙卷风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种多发生于热带地区以及美洲、澳洲和印度等地的极端天气现象，在我国地区却鲜有出现。所以说在贵州地区出现龙卷风，其实是有些说不过去的。而且龙卷风如果经过林区，那应该是会将这些树扭成麻花状才对，不应该是那么整齐的拦腰折断。因此应该不是龙卷风造成的。而且还有一个与细节有关，就是在人们发现那些闲置火车车厢被移动的当天，有不少人都去现场拍照。然而无论他们怎么拍，是新手或者是老手拍，当那些照片被冲出来的时候，像打了马赛克一般模糊。直到好几天后，一些记者到访，采用更先进的摄像机，
才将现场的照片给拍了下来。由此看来，这里应该是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件才对，比如那个不明的飞行物曾在这里停留，并且留下了什么干扰能力特别强的物质，才导致照片洗不清楚。然而让人更没想到的是，这场怪车事件没有结束，而在2个月后的2月9日，贵阳机场的中心雷达上发现有不明物体在动。随后从广州飞往贵阳的中原航空公司波音737第2946航班万里高空飞行途中，有一不明飞行物追随，它的形状由菱形变成圆形，颜色由黄色变为红色，它距飞机的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，最后在贵阳东北70公里处消失。